你现在还叫什么叫？都怪你，都怪你！”一个长得和笑妈妈有几分相似的中年妇女冲上前，一边用力拍打着肖战的背，一边哭着大骂：“都怪你！要不是被那些人吓到，要不是他们吵着要见你，你外公也不会现在，我打死你！”那个女人越说越激动，抬起自己脚上的高跟鞋就往肖战身上踹去。林奇，笑妈妈看不过去了，上前去拉自己妹妹。笑爸爸不能动手，只能挡在肖战面前，不让别人伤害。林奇还是很激动，死都要往上冲。后来她丈夫看不过去，将快疯了的林奇拽了出去。林永祥闭上眼，努力平缓着自己的呼吸。他是肺癌，本来就是一口气的事儿。林奇这一闹，气息不稳，一下子话就说不出来了。外公，外公，你没事吧？外公，我去叫医生。肖战紧张地扑到他的面前，手扬在半空，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才能让外公不那么难受。没事。老人喉咙里发出类似破风箱的声音，摆摆手，艰难地说道：“我还有话说。”那一声声大力的呼吸声让围在床边的众人也跟着呼吸不畅，一口气憋在胸口，怎么吐都吐不出去。安静的病房里，老人大力地呼吸着，笑妈妈捂着唇轻声啜泣，笑爸爸抱着自己老婆的肩膀，撇开头，眼睛不忍心往病床上看。老人破风箱般呼吸声慢慢轻了下来，病房的门被人缓缓打开。已经冷静下来的林奇被自己老公拉着走进病房，她瞪了坐在病床旁的肖战一眼，然后缓缓将目光放到自己父亲身上。老人终于平复了呼吸，咳嗽2声，慢慢睁开眼。他抬起手望着肖战，肖战会意，忙把自己的手放进了老人的掌心。外公，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？林永祥点点头，环顾四周，努力地睁开眼，将在场的众人一一记在心里后开口：“阿战，外公从小就苦，没什么能留给你的，只有我现在住的那套房子。”爸，林奇一听房子的事就急了：“别忘了我们一家还住在那套房子里。”说完，林奇狠狠地瞪了肖战一眼，意思很明白，房子是他的，谁都不能抢。林永祥的目光完全没有落在林奇身上，只紧紧地盯着肖战，继续道：“外公那套房子是留给你的最后一件礼物。”外公，我不需要。肖战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死死地抓住林永祥的手不放。对啊，爸，他现在有的是钱，他哪里需要房子？如果你把房子给了他，那我们一家3口怎么办？别忘了，除了这个外孙，你还有一个外孙女还要在那附近读书。爸，我们真的不需要。笑爸爸也不得不开口。老人摇摇头，对着肖战继续道：“阿战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有钱，现在想买套房子不难，可是外公就想把房子留给你，明白吗？”外公，肖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阿战，房子给你处置，在外面累了就回家吧。外公费劲地长叹一口气，看着他的眼睛继续道：“回家，想做什么都行。”外公，肖战趴在林永祥的被子上，哭声一下子就响了起来。林永祥扯动了下嘴角，即使非常费劲：“你别嚎了，我还没死。”爸，你别胡说。笑妈妈那纸巾捂着嘴，尽量将哭声忍回喉间。林永祥摆摆手，继续说道：“阿战，记着，回来可以，但咱不能不明不白的回来，后路我给你留着。”
心里想什么就嗨嗨，就嗨嗨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又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一口血从喉间涌出，滴落在洁白的枕巾上。肖战忙紧张地抓住他的手背，按响了他床头的呼叫机。医生，快叫医生！咳完血的林永祥闭着眼，好似最后的那一点生命力也跟着那一口血涌出体外。那个象征着生命的心脏起伏线变成了一条直线。医生踏着点冲进病房，但一切就好像永远都差那么一点，只那么一点，所有都晚了。外公，在场的人一片哀嚎。肖战还想再冲上去，却被林奇拉住了。啪！他那一记响亮的耳光打懵了在场所有人，场面一瞬间的寂静。等林凤反应过来，大叫一声，拉开了肖战后，对着林奇大吼：“林奇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”林奇又要再次冲上前，却被自己老公拉住了。林奇，你冷静点。我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我爸他都是因为这个小畜生，要不是他，我爸。话还没说完，林永祥的遗体被推了出来。林奇顾不上再与肖战纠缠，一下子扑到了他的身上，哭得声嘶力竭。其他人也顾不上许多，一起朝着林永祥所在的病床涌去。刹那间，哭声响彻了医院走廊。3天后，林永祥入土为安。肖战和众人刚从公墓出来，就被一群记者围住了。肖战，你外公真的死了吗？你是否在用你外公的去世给自己洗白？你外公要是知道你这样做，会不会死不瞑目啊？肖先生，麻烦回应一下2月27日关于凹三被封的事，真的是你粉丝做的吗？问题一个接一个，而且越来越犀利。他们见肖战始终不开口，慢慢的，大家开始转移注意力，将一个个话筒对向了陪在他身旁的肖爸爸和肖妈妈。请问你们是肖战的父母吗？你儿子被全网封杀，是否是教育上面出现了问题？你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你儿子用非法手段得来的？如果他被封杀了，你们靠什么继续维持现在的优渥？肖战几人没有说话，肖妈妈含着泪往前走，还有人要说些什么。林奇先一步推开了肖战，瞪着他骂了句：“滚开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”林奇，肖爸爸怒了，一次两次打他儿子就算了，还一遍又一遍地骂他，真当他们一家人是死的吗？爸！肖战伸手拉住了他，肖爸爸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但既然他开口了，他咬咬牙，拉上儿子和妻子的手，愤怒地推开挡在他们面前的那些记者，滚开！一行3人终于在墓园保安的帮助下来到了稍微隐蔽的私家停车场里。这里本来就是为了那些特殊客人服务，安保相对严格，就算那些记者还想跟着，一时之间也进不去。肖先生，您还是尽快离开吧，我们墓园本来就以清静为主，这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，会吓到来吊唁的其他客人。我们已经接到好几次投诉了，还请你理解。好，肖战点点头，他的嗓音早没了先前的清亮温暖。许久没说话，这一句话出来，反而让人听着有说不出的怪异。那个安保负责人不由得多看了这个除了眼睛外，整张脸被挡得严严实实的年轻小伙。他整个人透着不符合年龄的颓废，声音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听。就算是那一双锐凤眼，此刻也已经红肿不堪，全是血丝。说是明星，但他真不觉得这样子的人有明星的派头，一点精神头都没有。这算哪门子的明星？安保负责人一边将人送到他们的私家车旁，
一边在心里默默吐槽。等他离开，笑爸爸拍拍儿子的肩，别急，回家再说。爸，你开我的车先走吧。肖战退后一步，将手里的钥匙塞到了笑爸爸手里。小战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吗？笑妈妈抓住他的袖子，满眼的紧张。我要去外边。肖战，这个时候你能去哪？你知不知道现在你一个人出去会有多危险？都这样了，你就安安分分待在家里，哪都不准去。笑爸爸把手里的钥匙塞回肖战手里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你以为你现在走了就不连累我们了？就算你走到天边，你也是我的儿子。走，咱们回家。有一个善良纯洁的男孩，在下雪的冬天划亮了火柴，手捧温暖的光向你走来，你怎能轻视他对你的爱？有一个天真浪漫的男孩，用白色衬衫把阳光叫醒来，声音发出在不同的时代，我总与你相配的告白。山茶花都不懂白玫瑰，悲伤的风吹过到满山围，你羡慕我孤独的纯粹，我羡慕你总会